有一天，当我醒来，发现自己处于一片荒原之中，暴雨、苔原、鸣滩构成了我身处的一切。欢迎进入死亡搁浅的世界。Heavy pulse, dirty eyes, sweaty clothes, the routine that I've learned to understand and know. 我们现在好像在月球上行驶一样，全是黑色的地表。是的，我在开月球车，然后我车上的是月球人，外星人。那天刮着风暴，雨水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时间雨。我们被遗忘在冰岛的黑色荒漠中，感受小岛秀夫眼中的死亡搁浅美学。下来跟我一起稍微走一下，这一望无际的黑色沙漠，你走在里面，真的就像在月球或者什么异星球上一样。真的假的？什么都没有。专业打假。下来，我现在就要去打假。下来走一下。走。左看右看，是不是很神奇，很不一样？我们再接近那个青苔看看。觉得震撼了吗？嗯。这还有这几块石头在这儿，就感觉像是就外星上面的矿物，你可以开采它。然后 BT 要出来了。你看这脚印就是 BT 踩的。哎，你就是 BT 啊！走，带你去看看我在这个星球上最新发现的植物。这个苔藓呀，苔藓。对啊，你看这个苔藓，哇，这是什么外星植物啊？这里也激起了小孩的创作欲望。哦。黑沙滩真的有一种魔力，所有盛放在上面的东西就像在一个高级博物馆里面一样，纯自然的博物馆。就是这个，我觉得也很能代表冰岛的地貌吧，这种黑色的熔岩的石头，再加上青苔。哇，前面就是黑冰川哎！我观察这个山很久了，它这个也非常冰岛。我觉得这次我可以联系之前的几张照片，出一个小小的照片集，叫做冰岛图鉴。像刚刚那黑沙滩上面那个石头和青苔，还有一些那种冰岛特有的植物啊，以及之前在冰河湖找到的那个钻石沙滩上的钻石冰，然后以及这样的，我觉得能代表冰岛的东西吧，就是很简单，像一个博物馆一样那种感觉。旧坑还没填呢，就开始挖新坑，说了可要做到呀！来吧，我们继续死亡搁浅。没用的。前面有哈苏拍的。对，拍了。这个是风油组，虽然天气
气很恶劣，但是特别能激发人的创作欲望。就停吧。慢一点，宝宝，你这个太……浑身湿透的日常。哇，要是就是这种天气，太棒了！我们刚刚就在这边拍了几段死亡搁浅的画面，还有这种纯黑的这个沙地上生存的那些小植物，又拍了一些植物图鉴。我们现在面前的路已经从刚刚的绿色山和瀑布变成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的未知了。哦，太棒了！我车上载的是外星人，月球螃蟹吗？我们现在好像开到了一个瀑布上面。该怎么形容眼前的场景呢？就像一块巨大的抹茶蛋糕，七零八落的散落在这里，但是是暗黑版的。冰岛真是处处都充满着惊喜。看看我身后现在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方？真的就是像游戏里面的场景一样。我俩像是有毛病一样，人家来都要好天气，我们就越这种天气越兴奋。我们现在终于顺利的过了瀑布了，现在下一步要去前往麦利费德火山。哎，要过一个小河，哇！要记录一下我的英姿。哎，哎呦，怎么了？这么大落差！哎呦，哎呦，哎呀！叫什么？太神奇了！天快黑了，现在已经7点半了，还有40分钟就日落。我们离今天的目标，本来是今天中间的目标麦利费德，还有大概8公里的路程。其实一共也就20-30公里，我们开了半天。走不动道啊！只有这样才能慢慢享受到这个内陆的风景。哇塞，这个地方有1、2、3、4、5个路牌，好神奇，好神奇！在几乎没有信号的冰岛内陆高地，我们提前下载了离线地图，并且用 GPS 设备追踪路线导航，也提前准备好了物资、燃料，也在备忘录里记下了路线的走法。这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别的车，就只能看着路牌寻找方向，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没有电子地图的年代一样。经过了漫长的旅途，我们终于在蓝调时间到达了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不知道前方那个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它的尖儿被云盖住了。哎呦，这个路也特别神奇。哦，左边是冰川，看冰川。是啊，那应该就是这个山啊。对，这条路很神奇，就是它跟其他地一样是平的，只有这个黄的桩子，然后来显示它的分界线。哦。而且就是这边为什么都这么一望无际的黑色的沙地啊？泥滩。真的是名滩啊！你知道它为什么好看吗？为啥？它就是一个正三角，然后它周围就没有别的山，就只有它一个，然后它跟冰川在一起。而且这个地好黑呀！好黑，好黑。漫无边际的黑沙滩给了我一种虚无感，无尽的虚无感。很遗憾，视频只能展示一个平面，我想只有身处其中，才能感受到当中的奥妙。我总以为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了解颇多，但回过头来却总是发现，我的认知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们俩现在已经被震惊到说不出话了。就是，哎呀，其实你去过很多地方之后，你就会对一些景色免疫。但是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讲，绝了！就相当于是富士山上迷你富士山，然后上面长满了苔藓。然后它左边是冰川，它就这样横亘在一片。而且我们这现在是见证了变壮河的形成。对，那个是
冰川融水流下来的，哦，像画儿一样，真像画儿一样。现在应该已经是日落了，然后雨特别大。我们的小英雄还在外头。看吧，全是雨。好多水啊对对对，它的电机是裸露在外面的，所以还是挺怕淋雨的。哇，现在这个雨，我们今天晚上是要在雨夜中车中泊吗？今天晚上还有好极光呢，这个山真的是太，神奇。真的是别样的体验。这种天气车中泊，我特别喜欢。其实，要不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吧，山底下不是那个坑吗？或者说你要是想游网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刚刚那个游网的地方。那老远了，那我干那算出啥呢？对对。为了今天晚上车中泊，我们已经把窗户开了缝了，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大家可以看，现在外面我们已经停在了这座山的山脚下，有一块比较宽的区域。一般呢都是要下车去收拾嘛，会比较方便。但是现在外面又刮着风下着雨，我就不想下去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车内把它搞定好了。小螃蟹真的是我们电量管理大师，一直都是他在给充电，保持我们的无人机随时满电。扶手箱是我们的充电盒。拉好了 ，OK， 我现在要钻到后面去，把行李箱拿到前排来，然后把这个后面中间那个座椅放倒。来了，又来了！哟，成功钻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和小螃蟹应该不用配合我，我应该可以自己搞定。哎，哦呦，完美啊！我现在把这个箱子推下去。呀，这么你，哎呦，哎呦，好了，这样一来，这两个就塞好了。你要相信宁斯，就无论你给他多大的车，他都能给塞满。那这，那你有没有觉得你把兰德酷路泽用成了吉姆尼的感觉？吉姆尼又没这么大空间呢。OK， 调整一卸。哎呦，哎呀。这后边空间就出来了嘛，真好啊！我们之前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所以呢，后面的睡袋啊什么的还是放在这边的。哎，我想问你啊，就是你之前自己拍车中泊，就北海道的那时候，雪中露营，你又要架相机，然后又要收拾东西，又要拍，你不会把自己累死吗？所以这花的时间很长嘛，但是为了记录下来这个自己努力也可以的，其实也挺享受的，很好玩的。哦，那你要不这次也试试？有个螃蟹为什么不用呢？我是拿来干这个的吗？小螃蟹，大人有大量。塞呀，后边这块感觉还可以了啊。罐头，还有这个罐头杯面。还有令斯最喜欢的火鸡面。不了，这太辣了。现在我们开始打火了，我们已经把窗户开了，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开镜头。我突然想个问题。啥呀？为什么康师傅的我们不买桶装的呢？国际航班带过来那玩意儿多占地方啊！这个我觉得如果加热一下，应该会更香吧。闻一下。哦，好吃，就这味儿，香气飘飘。首先第一个闻，就跟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还蛮像的，尝起来味道也是，虽然说没有康师傅那么香，就是它这个大概。康师傅如果是10分的话，这个我觉得可以给7分。我们今天晚上电子开是什么？老高讲故事。讲气力法则。
提前下载下来的。对，电子榨菜和真榨菜，这感觉会很爽哎！哎呦，太爽了，太爽了，太爽了！就像量子力学一样，就是物理学家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量子力学其中的原理嘛，但是我们是可以。现在是几点钟啊3点45分。天居然全部晴了，风也停了。哇塞，这个星星有点多啊！我先移动一下车。我的妈，这星星太亮了。怎么了？我们这边的星空列车已经抵达了火山下面了，我们可以开始欣赏了。你知道一个事情吗？啊？你背后是极光。啊？那一条是吗 ？Yes。横条的。嗯。哦呦。这个左边红色的是我们车的尾灯啊，车还没熄。然后右边呢是极光的绿色，但是天空远处的黄色真不知道啥。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城市灯光，所以我也觉得这应该是极光造成的颜色。我把车熄一下火好了，把灯关一下。哇，这也太幸福了！跟大家说，今天晚上这边又没有风，然后温度也有6度，所以是超级暖和的，真的就是欣赏星空的绝佳时机。我觉得我现在是真的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星光照亮整个大地。恒星穿过亿万光年与极光相遇，而此时的我们也收获了极光女神的祝福。天空，极光像是在跳舞。哇，亲娘啊！这是彩虹色的极光吗？绿色、紫色、蓝色，甚至还有点粉色，这太强了！极光就像是希望，只要你相信，它就一定会来。哎呦，你没拍到最强的时候！这两天你不是看到了吗？紫色的。天空，极光像是在跳舞。现在天那边好亮啊！哇，这有没有一种我已经顺利出舱的感觉？此刻行走在这里的我有一种恍惚感，是真的是在地球吗？大家快看看吧，这真的是地球吗？然后我们这左边是冰川，好近的。第一次开车离冰川这么近，然后还有这边的其他的山，我真的是有种刚刚已出舱的感觉，这也太哦。第一缕阳光出来了，我可以看到现在周围的山上都被照上了第一缕阳光。它也是，哇，还有我的影子，嘿。我马上就要爬到前面这座山的山顶了，大家准备好了吧？我们到山顶了。人站在这个高度看，也是十分的不一样啊！嗨，那现在带大家360度环绕一下，真的很纯净啊，全是这样的黑色沙漠。然后刚刚的小螃蟹就是站到那个山上，我在这个山上，然后我们的车在那边。小螃蟹先回车里给无人机充电，它快到了。本次的氧气已经耗尽，我要回舱了，回舱里补充能量。找到紧急迫降的2号探测器了，现在开始回收。
哎呀，回舱的路上看到这样的风景，哎呀，非常不舍呀。发现返回舱异常，有不明生物。我大哥终于创作回来了，真的是小福的命，回来就能吃上一口热乎的。你知道吗？他是随身携带摄像头的男人。靠近我，这个摄像头已经举起来了。旁边的不明生物，现在要把你依法逮捕。什么玩意儿？干嘛？你不会偷了我的物资吧？放下你的武器！你看你们这边偷来的物资果然是不行，我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你看我学你啊，你要在这吃饭是不是只能这样？这样吃吧？对呀对呀。你难道有椅子吗？你怎么可能带椅子？优雅的多。你怎么可能带椅子？可以啊，你10几个小时航班，你背椅子。这椅子小啊！哎呀，怎么样？不愧是你啊！快尝一下粥。你试一试。你现在快尝粥嘛，快尝粥，顶级享受。哇，还有这种，就是怎么说，现热出来的这种焦味感。你底下是煮成锅巴了吗？没有，怎么？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口味的。怎么有个糊味啊 ？Hello， 大家，我螃蟹。现在我室友在那个山头上拍照呢，看到他吗？穿着黄色的衣服。哎，他真的是看到一个山头就要爬上去，猴子都没有他能爬。然后我们左边呢，就是这个火山，这边是冰川。然后趁他回来之前呢，把车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然后把这个粥给它热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比较节省时间。现在车已经基本上收拾好了，然后，昨天晚上那个鱼罐头不是很难吃吗？然后没吃完就丢到垃圾袋里，就没有绑紧，它就撒的到处都是。然后我刚很崩溃的收拾完了。OK， 我现在开始煮粥。我带的这2袋粥，冰岛是不产米的，然后他们是进口泰国米吧，好像都不太好吃，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带。其实我不太会用这个东西，给它拧上去。对，不太会搞这个。我知道怎么打开。哦，这样就可以出火花了。哎呦，这个我来学习一下，第一次用，这不会烧着我吧？底下应该没事儿。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没着了。哎呦，不愧是我，干啥都像模像样的。你看那个林克斯呀，他拍照他能拍1年，你知道吗？他可慢了，他就是一直在拍。糊了，我觉得我应该弄点水来。完了，冒烟了！哎呦，怎么这样啊？但是，真糊了，糟了，都黑了。锅不行，不是我能力的问题，糊点没事，糊点吃着香。混进去点泥巴，让它咬去，没事吧？哎呦，这火山泥吃了可能成一嘎。不，它这个就是这个口味的，就是鲑鱼加上糊味呗。没有糊味儿，我是先放的水，它不可能糊的。我还一直在搅拌。我的榨菜呢？在这儿。哎呀，我们现在在月球返回舱上补充能量了。哎呀，我一般不吃咸口的稀饭，我只吃甜口的。我只吃咸的。甜口的呢，我就特别反对把这个榨菜放进去，我就特别不理解。但是我今天居然干了这个事儿。对，Links吃粥放糖。我很不理解，好辣！我们现在吃辣能力已经严重后退了。哎，好吃吗？好吃。勺子你也烧焦了？啊！我俩真是天生一对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离地球很近，离地球的核心很近。
如果你现在可以和我感同身受，你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个世界真的是无限大的。然而在这个辽阔的世界里，此时却只有我们2个人。这时候的人类总是免不了思考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于现在的我来讲，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世界尽头的火山脚下吃一碗热腾腾的粥。糊了的你都给吃了。当然，人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我们还要继续去探索和追寻。我是 Links，期待下次与你的相见。